渐习惯用微笑武装。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？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。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路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对了，天灵，检察署那边的工作进行得如何？一切很顺利啊，下个星期就可以正式入职了。恭喜你啊，做了一个对的决定。爸，这次多亏你了。他现在啊，能够在政府部门上班，总算有时间可以稳定下来，不会一天到晚都找不到人。我迟回家，还不是为了工作吗？现在经济不景气，经营律师行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，吃力不讨好，所以尽早离开是对的啊。我知道，有不少事务所都经营不下去，不是合并就是各自拆伙。只是没想到，我到这个时候才来重新来过，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我。你想太多了。你现在过去警察署工作，是当曼宁的上司，他们怎样也会敬你3分，给你面子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一直谈公事了。哎，菜都凉了，吃饭吧。爸妈吃饭。爸妈吃饭。Daddy、Mommy，我回来了。怎么那么晚啊？吃过了吗？厨房还有饭呢。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爸，待会你吃饱了之后，我有事想找你聊一下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突然我被升任为第2副检察长？你是不是知道各种原因？你是不是问错人了？总检署的事我怎么可能知道？之前姐夫去面试的时候，还以为会接任第2副检察长的位子，现在反倒来是他接任我的位子，你要我怎么跟他说啊？我不觉得有什么难开口的啊。你会被升职，肯定是苗云赏识你的努力跟实力，跟你姐夫的事情是2回事，你何必放在心上呢？姐夫是因为这个职位才会主动放弃整间律所的，现在如果让他知道会有这样子的安排的话，就算是一家人，我相信他心里也不舒服的。怎么会呢？要是你觉得为难，我可以替你告诉他，我相信他会明白的。当初我也只是推荐你姐夫给Marvin，但是最终的决定并不是我的权利跟能力能够干涉的。总而言之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能够得到上司的肯定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周警官，请你暂停一下。这个时间点跟那个女服务员说的是一致的。就算是这样，也不会凭个模糊的声音100%的确定离开的人是方海伦。可是他没有理由骗我，这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。汤律师，就算这位女服务员说的是真的，也不代表连安生没有绑架方海伦。也许当天晚上他真的没有离开过酒店，可是他可以指示同谋去绑架鲁人，不必亲自下手。而且有他指纹那把刀已经证实是杀人凶器，这难道也是误会吗？一名凶手杀了人之后，凶器仍然留在现场，你不觉得很不合理吗？他可能是晕倒了，来不及处理凶器，或者是被同伙出卖，黑吃黑。总之，任何可能性都有的。汤律师，在没有理清任何一点之前，我们是可以让连安生保释在外的。但是，只要能够查明你朋友是无辜的，我们就会立刻放了他。亚洲知名女富豪方海伦于今早被人发现沉尸在偏僻的沙滩。根据沙巴警方透露，3天前他们接获投报指方海伦遭人绑架，不料绑匪在赎金到手后却选择撕票。
目前警方以谋杀和绑架的角度进行调查，同时也扣查这起案件中的关键人物，也就是方海伦的未婚夫连安生。哦，现在不是连看手机的自由也没了吧？你这么有空，可以帮忙想办法吗？有你这全能的侦探在这里，我不想帮倒忙。而且警方也说了会彻查，我们会逼自找麻烦呢。不如这样子好了，与其浪费时间跟金钱，不如我们先回去，等警方通知我们再飞回来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安生一天没有出来，我就不会回去。可是我们留在这里，什么都不能做啊。我们可以去德士总站找当晚载 Helen 的司机，我们就可以知道 Helen 离开酒店过后的去向。你知不知道这里多大？不是说要找就能找得到的。总好过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啊。那你自己加油吧，别说我没有提醒你哦。这里的紫外线特别强，擦好防晒出门吧。你不打算陪我啊？我只是一个普通律师，我不会做无谓的事，浪费宝贵的时间。不好意思，哎，小姐，坐车吗？哦，不是，我找人。你有没有看过他？哦，是她，新闻上讲的这个富婆，我记得她。你见过他？前几天的半夜，我收到预约电话，去酒店载客人，载的人就好像是她。你确定？那个时候3更半夜，看得也不太清楚。哎，你是她的亲戚啊？啊，我想问你，你记不记得当晚你载他去哪里？去码头啊，哪个码头？一个私人码头，距离这边不是很远。你要的话，我可以载你去啊。好啊。司机大哥，你说码头很靠近，我们走了半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有到？码头快要到了，你放心。那还要走多久啊？我都说快要到了，不要再问了。请停车。你再不停车，我就报警。别动！把你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。小姐，没事吧？哦，我刚被打抢。那你有没有受伤？哦，没有。这里这么偏僻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来这里啊？我搭了德士司机把我的财物都抢走了。你看起来好像不是本地人。我不是。那你要不要报警？我刚好要去市区，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送你一程。放心吧，我不是坏人。嗯，那麻烦你了。那我们上车吧。谢谢你啊。举手之劳罢了。不如你留下你电话号码，我有机会一定会请你吃饭。不用了，就当我代替那个抢劫你的司机赎罪。
你不要对这里留下不好的印象就好。其实这里早期很淳朴的，只是因为近这几年经济发展，加上执法不力，才开始有很多劫匪假扮成德士司机抢劫游客。下次你搭德士的时候，记得留意德士有没有证件跟执照。如果是霸王车，那就不要搭。知道了。经过这次的经验，我一定会小心一点。那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希望你的旅途愉快。啊，对了，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叫阿杜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原来你是导游。不止，我还是道道地地的沙巴人。这里是我的家乡。如果下次你有朋友来的话，欢迎你随时打电话给我。好啊，谢谢你今天帮我。我先进去了，拜拜。喂，干嘛发呆？赶快把东西放进去吧。我跟你说啊，沙巴的海鲜呢是最新鲜的。喂，就当是破财消灾吧，大不了今天我请客。我没胃口。你不吃，我自己吃喽。我真的以为你是来度假的。这叫做工作之余不忘娱乐。你真的不吃啊？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不要做那些无谓的事情。如果你早听我说的话，你今天就不会被抢了。我怎么知道我会这么倒霉？你看，这是沙巴德士司机开的群组，我在上面留言说有谁载过方海伦，我还发了他的照片，结果真的有回应了。那个刘国强说现在不在沙巴，明天才回来，我们明天就跟他约个时间见面，怎么样？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一整天过得非常有意义了？吴佳明，你明明已经找到办法了，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？喂，就算我跟你说，你还是会坚持自己去找的啊，不是吗？再说，我还没收到消息之前呢，我是不会跟你讲希望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你是个装好人的无赖，还是个装无赖的好人呢。我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冲突哎，难道我不可以是一个好无赖吗？我一个人点那么多，我吃不完的。我夹给你，来，吃这个很新鲜的鱼丸。明天带你去找刘国强 ，OK？ 怎么样？你对现在安排给你的职位有什么问题吗？苗飞，你不妨坦白跟我说，我是不是在面试的时候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？当然不是，你的能力我心里有数，只不过这一次的委任，我们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意见，所以是经过了很多次的会议才达成共识，决定先从在职的检察官里面挑选合适的人选。我知道这样对你来说很不公平，但是我们真的很希望像你这样的人才能够加入我们，你不妨考虑考虑吧。谢谢你啊。我希望你能够专心为自己的前途做打算。你的律师行做了这么多年，也不见得有起色，倒不如趁这个时候转换跑道。之前姐夫去面试的时候，还以为会接任第二副检察长的位子，现在反倒来是他接任我的位子。你会被升职，肯定是苗云赏识你的努力跟实力。姐夫是因为这个职位才会主动放弃整间律所的。现在如果让他知道会有这样子的安排的话，就算是一家人，我相信他心里也不舒服的。儿子交了女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昨晚啊，他跟我说的时候啊，真的把我给吓了一跳。说稳定了之后会带回来给我们看。好啊。我怕他在还没有回来之前呢，就先跳过直接当人家爸爸了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想到什么就做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就跟他聊一聊，看看他对未来有什么打算。好啊。你怎么啦？怎么一直都心不在焉？你在想什么？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的？对不起啊，我在想工作上的事。既然都改变不了，你就答应吧。你再烦也没有用。难道你还想回去 M&E？ 你都知道了。
曼玲跟我聊过了，她说你现在过去检察署，是接替她本来的位置。她说她自己也不想的，这样对你也不太公平。我不在意面子问题，更不介意曼玲是我的上司。那你还在烦什么？怎么说检察署的工作待遇跟福利一定比你之前在 ME 有保障？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就不要犹豫了，等孩子一毕业了就叫他回来，到时你们俩就可以一起工作，互相照应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再说吧。哎，那个不是Michelle吗？她跟那个男人好像很亲密，是不是她男朋友啊？不知道，也许吧。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各位媒体的朋友，在我和家人最艰难的这段时间，给予我密切的关心。对于我儿子被判16年的重刑，我在此正式回应：主审法官是公报私仇，因为他和我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25年前，我涉及过一宗商业失信案，他是当时的检察官，所以我就尝试贿赂他，但被他拒绝了。结果我只好以另外一种方法逼他纠纷。简先生，你说的另外一种手法，请问是什么手法？温法官到底是怎样被你收买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在他经常出入的俱乐部安排了一位美女侍应生亲近他，甚至还和他发生性关系，而对方是未成年少女。胡说八道！这个人，他摆明要污蔑你爹地。妈咪，你冷静一点。结果，他只好以证据不足撤销对我的控诉。今天，我正式向他公开道歉。温书人，对不起，当时是我的错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请不要把你对我的怨恨发泄在我儿子身上，好吗？下一代无辜的。对不起。我们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？ No pain, no gain。简先生，你把这些事情公开，难道你不怕被采取行动，面对法律责任吗？我们尝试换个立场。如果你的亲生骨肉因为精神病症而犯了错，结果却被人家滥用私权、公报私仇，身为父母的你，还顾得了自己吗？你估计会判多少年？这要看法官怎么判。勒索政府官员，罪名肯定不轻。我已经照你的话做了啊，我儿子的事全靠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保证，结果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个简希天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别担心，录完口供后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
欣姐呢？明明是你儿子做错事，为什么连累我一家人呢？当年的确是我的错，都过了几十年了，为什么连我下一代你都不放过？一闪，先送你妈回去。不要怕，有我在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你确定当晚方海伦就是在这里下车的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就是停在这里让他下车的。刘先生，你记不记得当时这里还没有其他人，或者是有人跟方海伦有过接触？那天大半夜，我连个鬼影都看不见了。那他下车之后是往哪个方向走？他就往那个方向走去的。谢谢。我说这些船都大同小异，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在找什么。你不会叫我来陪你这里晒太阳吧？我暂时没有头绪。说句老实话，我们继续待在这里，真的不会有什么发现。方海伦3更半夜一个人来到这里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一点都不奇怪。他或许来这里赏月吹海风呢。你应该很了解那些有钱人的心态，空虚到一个底线，就开始有那奇奇怪怪的嗜好了。他来这里可能是想要见一个人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。小姐，你不要真的以为在玩侦探游戏好吗？你不想帮我就算了，我不会逼你。先生，报。是你啊，这么巧。是啊，你们认识的？这是他救了我。你好，我叫阿杜。你好，这船是你的？是我的就好了，我只是帮船主打理而已。你们想租游艇？不是啊，我们是来打听一些消息。阿杜，这里的船主你都认识吗？大多数都是游艇公司的，很多都是租给游客。你们为什么这么问？其实我们想要问，如果要租游艇的话，该去哪里申请？需要自己办登记手续吗？有2种方法，有些人会自己订，有些人会找导游代理。原来是这样。那如果说我想要问上个星期在这里所以游艇的租借记录，该去哪里查？我帮你问问。好啊，谢谢。我把登记表都拍下来了。谢谢你。把照片放大。还是找不到他。可能他不是用自己的名字来登记的。阿杜，可以麻烦你把这照片发给我吗？当然没问题，谢谢你。谢谢你。其实你们是不是在找人？是啊，不过以现在的情况，我只能以名单上的名字一个个去查。谁说一个个去查？当然交给警方处理啊，让他们去查，省时又省力。可不可以不要让警方介入？为什么？其实做我们这一行的导游，很多都是没有牌照在开游艇载客，包括我也是。如果这一件事惊动警方，以后我们就很难做生意了。不如这样，名单上的导游我都认识，我尝试帮你们联络看看，可能可以找到你们要找的那个女人。谢谢你啊。那就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小事罢了。
你为什么突然这么好心？你到底是怎么遇到他的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要细节，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遇到他的？我被德士司机打击之后，幸好遇到他，是他送我回市中心的。听起来那个地方就很偏僻，这么巧让你遇到好心人了。吴佳明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他很可能就是要跟踪你，然后才跟你到那个地方。他是去那里钓鱼，才会刚好经过的。那这么巧，今天又在这里出现，他在这里工作很稀奇吗？问题是我刚才提到要报警，他也需要那么紧张吗？你会不会太敏感了？我看是你盯人家腹肌，所以才没察觉到吧？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？我觉得他紧张也不稀奇，如果有警察的介入，会影响到他的工作。所以你真的觉得他没古怪？什么古怪？从头到尾我们没提过我们要找的人是谁。那你的父亲呢，主动提出要帮忙，而且他还知道我们要找的是个女的，除非你之前跟他提过，要不然不要跟我说这是巧合。我不喝了，有什么事就快点说吧。我想当面求证一件事。在公在私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如果你想问我简旭婷开记者会攻击你岳父的事，我可以坦白的跟你说，不是我在针对你，全都是 client 自己决定的。我相信你不会把私人恩怨卷入其他人身上。我是想问你关于我自己的事。前2天你跟检察主任苗斌见过面是吗？你是不是跟他说些什么？原来你是想问我有没有跟对方打你的小报告？如果是因为我突然离开 MME 给你带来麻烦的话，我可以做出补偿，没有必要赶尽杀绝的。你会不会太自视过高了？我不会为了你做这些小动作，而且是你自己说的，就算没有了你 ，MME 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你真的没有跟他说过什么？我们只不过是出来吃一顿饭。他是有向我提起过你，还说你会到那边工作。不过对不起，我对你的事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再说，你也不值得我这么做。对我来说，你已经是过去的事，不值得一提。对不起，我赶时间。祝你在总检署一帆风顺。医生不是说你心脏不好，叫你不要喝这么多吗？你妈睡了？好不容易哄她入睡，只是怕明天她醒来之后，不知道可不可以释怀。只要我不在家，她应该会好过一点。你真的打算搬去酒店吗？我不想你们被媒体打扰。等风波平息以后就会回来。这段期间，你跟你姐要好好看着你妈。不要让他一个人胡思乱想。Daddy， 简旭婷说的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应该心里有数。问我只不过是想求证而已，对吧？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要承认错误呢？
这就是人性啊！我以为自己有能力可以隐瞒所犯下的错，结果还是躲不了报应。你后悔吗？细说这个也改变不了什么啊！你不用担心，这事情我自己会面对。到时候从检察所里面会被接纳检举好的上诉。还不清楚。我现在身份很敏感，不能够参与会议。可是听苗斌说，重审的几率很高。共事了这么多年，想不到他们还质疑我的专业。就算全部人都觉得你在检举好的这个 case 上面有私心，可是我相信你没有。以人我有啊，确实是我做错了。曼妮，你要记住我说的话，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犯错，要不然事后怎么弥补都好，他都会跟你一辈子了。谢谢你的招待。不客气，就当是交个朋友吧。欢迎你下次再来。要不是因为我朋友的事，我还真想多逗留几天。Sorry 啊，你朋友的事情我都没帮到什么。你已经帮很多了，你不只救了我，还到处帮我找人，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。那你的朋友怎样了？警方应该会提控他绑架和谋杀。我这次回去是想找一个更好的律师来接这个案子。警方已经有证据确定是他绑架了。我买了这个，想要送给你。你也太客气了。收下吧。好吧，谢谢你。如果下次有机会再来，记得找我。其他的导游我不敢说，但我肯定不会把你当游客来看。那是你说的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看来他应该往港口回来了。你们各就各位，如果看到他手上拿的东西，即刻上去逮捕。Yes sir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这一次一定人赃并获，是不是开始佩服我了呢？亏你在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。好了，犯人不知道从哪里进港，我们开始部署，你们记得不要到处乱走。知道。
标出现，大家准备。Action！ 警察，放下手上行李，让我们检查。干嘛？都是我自己的东西，有什么好查？我们怀疑你跟一起绑架谋杀有关，麻烦你跟我们合作。喂，放开我！都说了是我自己的东西。你们两个上场搜查。原来你们一早就怀疑我，亏我还把你们当成是朋友，你们竟然设计陷害我。别这么说，要怪只怪你自己太大意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是这么说的吗？周警官什么都没有。周警官，游艇上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转告他的，谢谢。怎么样？水晶找到吗？港口四周还有他住的地方，能藏的地方都翻过了，什么都找不到。这个家伙肯定事先发现我们的计划。警方就这样放了他？要不然怎么办？无凭无据的，总不可能随便找个理由扣留他吧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周警官谈。喂，你不要过去自讨苦吃了。警方已经认为我们乱给情报，警告我们不要私自调查了，还是算了吧。你也觉得我们错怪好人？当然不是，我很肯定你的肌肉男呢，一定是心里有鬼。只可惜现在惊动了他，要再找到他的把柄恐怕不容易。对方现在有了戒心，警方也不会轻易相信我们。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暂时先回去沉淀，等警方通知我们再回来也不迟。等警方通知，就等于安生会被正式起诉，你就没有比较具体的办法吗？这已经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案了，要不然有什么办法？我不能什么都不做，我一定要帮安生洗脱罪名。你真的是我见过最固执的人，该做跟不该做你都做了，你还不认命啊？面对现实吧。你想回去，你一个人回去，我可以待在这里自己查。自己一个人查，你能查什么？我会有办法。你可不可以理智一点啊？那个肌肉男不是善类啊，你也不是警察，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？等超人飞过来救你啊！安生，我知道了，吴律师已经告诉我了。他告诉你什么？案子断了，你听他的话，回去吧。我回去，那你怎么办？不用管我，现在已经出了人命，你再查下去，我怕你也有危险。我不怕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，我也不允许你放弃。这是 Helen 给我的一个惩罚，让我一个人承受吧。我不能把你牵连进来，这样我会内疚一辈子的。你回去吧，剩下的交给警方来处理。我不回去，我相信你没有杀人，不管多么危险，我只想看到你平平安安的出来。安生，你答应我，不要放弃。喂，妈，你现在忙吗？我在煮饭，怎么了？没事啊。Olive 现在怎么样了？他是有一些不开心，不过他都知道那些都是大人的事，也轮不到他来烦，所以也没问什么。你不用担心啊，有我看着他。那就好。那你呢？那边怎么样了？有一点点不顺利，
可能要待一段时间才能回去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官司很复杂吗？怎么了？妈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帮到安生。我不想眼睁睁的看到他坐牢。美琪，你是一个一向来不轻易认输的人啊。事情还没到最后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如果你真的爱这个男人，就去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，尽最大的努力把他给救出来，不要那么快就认输。嗯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那就好，家里的一切就交给我，你就专心在那边解决你的问题就好。总之，妈永远会做你后盾。谢谢妈。麻烦你继续跟进那辆车。好，没问题。总共50。你可不可以在这里等我？可以啊，可是不要太久，等下还有事情要办。如果1个小时后没有出来，麻烦你帮我通知这个人。这么麻烦，小姐你在搞什么鬼啊？我给你多一点钱。那好吧。找了我很久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已经报警了。报警？你觉得你还能活着离开这里吗？你3番4次的找我麻烦，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你？每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，要勇敢往前走。